近年来，许多预言家和学者纷纷提出警告，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各种迹象显示，到了2025年，我们可能将经历一场颠覆常理的浩劫。这不仅仅是一场局部的灾难，而是涉及自然、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多重灾难。各种预言中都有类似的论调，令人不得不重视这些来自古老智慧和现代预感的信号。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例如，日本著名漫画家龙树亮梦曾在他的作品中预示过一场巨大的海啸。他不仅描述了海啸的惨烈场景，还明确标出了发生的具体时间：2025年7月。正因为这一具体的日期，龙树亮梦的预言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读者和媒体开始探讨这种预言是否具有现实依据。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位牧师布兰登也在自己的梦中预见到，未来不久，地球将爆发一场比新冠疫情还要凶猛的大瘟疫。布兰登在梦中描述的瘟疫具有极高的传染性和致死率。他指出，这场灾难的爆发时机定在春季，尽管他并未给出精确的日期，但这也让人不免联想到2025年的春天是否会成为灾难爆发的转折点。更为耐人寻味的是，近来各地不断出现的异常现象为这些预言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就在2024年年末，我们陆续目击到各种流感、肺炎以及未知病毒的异常传播，这些迹象似乎正是大瘟疫的前奏。人们开始反复琢磨，是否这一连串的异常现象正预示着未来几年内将有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席卷全球。在东方古籍中，关于灾难和命运的预言由来已久。佛家预言书《武功经》中曾留下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世间寅卯辰4年，天柴魔王在眼前，力不待死时将延，早时得病，暮时亡。这句话被许多学者解读为，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天将派遣魔王降临人间，使得人们在清晨染上病痛，到黄昏便命丧黄泉。换句话说，这段预言预示着在未来几年内，人类将遭遇一场速度极快、致命性极高的瘟疫袭击，仿佛生命在短暂的时光中迅速凋零，不留任何痕迹。不仅如此，另一部古老的预言著作《旧节碑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碑文上写道：9愁尸体无人捡，10愁难过诸数年。回望过去那些苦难重重的岁月，这句文字似乎在告诫世人，灾难降临时，死亡将蔓延得如此凄惨，以至于尸体无人问津，连续的苦难将持续多年。而碑文后半部分谨防人人艰难过，观天翻龙蛇年则更为惊悚的预示，在一个被称作天翻龙蛇年的时段，灾难的最凶险阶段将全面爆发。这一时期或许正是在2025年后期，当灾难达到顶峰，只有历经磨难之后，天地间的秩序才能重新恢复平静。如果布兰登所预示的大瘟疫真的在2025年春季爆发，那么这一预言与《武功经》以及旧节碑文中对未来灾难的描述便是不谋而合。这样一来，不仅仅是单一的瘟疫令人担忧，人们对未来的整体局势也充满了不安。台湾一位著名命理师廖美然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指出，2025年不仅要警惕瘟疫的侵袭，还必须高度关注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水灾、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同时更要警惕海峡两岸频繁的军演可能会在政治上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风险。事实上，根据传统五行学说，2025年又被称为青蛇年，因为这一年对应的天干是以五行属木，
而木通常代表青色或绿色，再加上地支与蛇相配，因此青蛇年的称谓便应运而生。这一命名不仅在文化上具有特殊意义，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未来局势的复杂预期。在中国古代哲学和命理学中，《易经》作为中华智慧的结晶，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预示出一个甲子60年的历史循环。古人深谙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押韵这一道理。他们通过对天象、地理以及人事变化的观察，推算出未来可能发生的变故。正是基于这种对周期性变化的敏锐洞察，我们今天才能在各种古籍和预言中发现，许多看似玄妙的论断竟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借鉴这些古老智慧，我们便可以从历史的镜子中寻找到对未来的启示，从而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众多预言著作中，有一本被称为《孔圣枕中记》的书籍流传甚广。据说这部书是由孔子亲自所著，曾在他的枕边被发现，因此又被赋予了极高的神秘色彩。虽然这本书的具体成书年代并不明确，但目前流传下来的版本主要有清朝同治版、光绪版和民国版。全书以一个甲子60年为一个周期，将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变迁进行了详细预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学者认为孔圣枕中记曾成功预言了2020年疫情在中国迅速蔓延的情形。其中有一段写道：庚子疾病广虎狼满山川，百钱混生米和水冲断船，旱河略兴旺，晚稻收不全，秋冬豆麦熟燕地虫害田。这段文字不仅生动地描绘出疫情期间社会经济的混乱局面，而且预示了瘟疫、战争、水灾、粮食欠收、物价飞涨以及虫害频发等多重问题。而2020年正是庚子年。事实证明，这样的预言竟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准确性。对于即将到来的2025年，也就是乙年，根据《孔圣枕中记》中的预示，书中前2句便提到了气候异常和灾害加剧的问题。文中提到，虽然乙年粮食可能会丰产，但必须提前播种，否则一旦灾害来临，收成便会大受影响。同时，书中还提到刀兵自南来，这一句隐含着战争的征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1965年曾出现过类似的预兆，当时中美双方在海南岛发生了一场空中激战，这一事件正好印证了刀兵自南来的预言。那么60年之后的2025年是否会再次爆发严重的战争呢？这一问题也引发了不少学者的热议，而唐代高僧黄破禅的预言诗中也曾对这一问题做出暗示。黄破禅的预言诗共有14首，其中第13首被许多专家认为揭示了中国未来的命运，而最关键的时刻很可能就在2025年。诗中写道：赤蜀师统运不同，中原好景不为功，西方再见南军至，刚到金蛇运以终。有学者认为，诗的前2句暗示了中国红色政权的衰退，后2句则明确点出了其灭亡的征兆。这里的赤蜀被用来象征中国红色政权，而时同运不同则表明在不同的鼠年中，其命运会大相径庭。回顾1948年秋季的国共内战，双方在东北、华北、华东展开激烈决战，最终中共大获全胜，从而确立了红色政权的统治地位。而2020年庚子年的局势则因疫情和多重内外因素而显得截然不同。诗句中的中原好景不为功表明，中国的繁荣并非完全归功于政府的努力，
而是受到了众多外部因素的影响。西方在剑南军之语孔圣枕中记中的刀兵自南来颇为相似，暗示着战争的隐患始终存在。而刚到金蛇运以中则被解读为，一旦进入蛇年，中国政府的命运或将走到尽头。有人可能会质疑，难道今年不正是木蛇年吗？而2037年又是火蛇年，那么所谓金蛇岂不是不合逻辑？其实，如果金在这里代表的是五行中的金，那么按照天干地支的推算，下一个金蛇年应在2061年，但这一跨度显然过大，因此多数人认为这里的金蛇更可能指的是2025年至2037年之间类似蛇年的一种状态。这一状态预示着红色政权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尤其是台湾是否会因此卷入更大规模的战争风险，更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未知数。谈到这些预言，我们不得不提及《中华预言集》中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推背图》。这本书普遍被认为是唐代著名预言家李淳风与袁天罡合著的，它共分为60项，除去首尾的引言和结语，实际上预言了58件大事。随着历史周期的不断轮回，后人发现推背图中不仅预言了先前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更多的预言也逐渐得到了验证。那么2025年究竟对应着推背图中的哪一项预言呢？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第42项，也有人认为是第43项，但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2025年对应的正是第42项，而第43项的解读我们在前一年的节目中已经做了详细说明，此处就不再赘述。我们来具体看看推背图第42项的预言。这一项图中描绘了一位身着古装的女子，她怀抱着一把琵琶，地上静置着一张弓，而她的对面则放着一只洁白的兔子。题款上写着：美人自西来，朝中日进安长，功在地危而不危。宋代的注释解释为：西方女子琵琶，先族衣上色更鲜，此时魂悸逆朝时闹，乱君臣百万般。对这一预言的解读，历代学者各有不同。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金圣叹曾认为，这描述的是一位身着洁白华丽服饰、掌握大权的女子，而白兔则象征着某个重要的年份，预示着国家将陷入一段混乱时期。而现在较为普遍的看法则认为，美人自西来表明有一位来自西方的女子将踏入中原，虽然她的到来会引起一定的波澜，但最终她将帮助国家走出困境，实现长治久安。功在地危而不危中的功，在现代可以被理解为各国所备的远程武器，如飞弹等，暗示虽然国际局势动荡，危机四伏，但实际上的威胁仍然在可控范围内。而西方女子琵琶，先族衣上色更鲜，则极力描绘了这位女子的出众美貌和绚丽装扮。此时魂悸逆朝时闹，乱君臣百万般，则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朝政和国家局势的极度混乱。然而总体来看，这一预言更多地预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在经历一系列危机之后，必将迎来新的复兴，重新在中原大地上焕发光彩。从卦象的角度来看，第42项对应的卦象为火山旅。火山旅卦意指行走、流离失所或寄居他乡，这在这里被解读为中华传统文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原有的根基和地位，暂时陷入困顿之中。但由于该卦虽然带有些许凶险，但整体趋势仍向好，预示着即使经历波折，最终传统文化必将回归中原，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去年我们讨论的推背图第43项预言不谋而合。
体现出古人预言中所蕴含的辩证法则，危机与机遇往往是相伴而生的。除了推背图的预言之外，还有一部关于未来变化的重要著作，那就是《黄极经世》。根据这部书中对于值年卦的分析，2025年的值年卦被推演为泽火革卦。泽火革卦中所体现的卦象为下离上对立，意思是火与泽水相互对抗，彼此排斥，这正好暗示了内外矛盾的激化和冲突的不断升级。从社会层面来看，这预示着2025年将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可能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引发大规模的动荡。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年也将是每个人必须经历彻底蜕变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转折期里，无论是国家政权还是普通百姓，都将面临重大的选择和考验。只有那些能够在变革中保持清醒、积累足够德行的人，才能在风雨之后迎来转机，实现由逆境向顺境的转变。在泽火革卦中，95爻的象征意义尤为引人注目。传说，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将会出现一位德高望重的圣人，他既是变革的先锋，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古代预言中多次提到，在国家和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总会有一位来自东方的圣人降生。他不靠武力，而是凭借高尚的品德和智慧，引领众生脱离苦海。前些时候，我们曾专门制作过一集有关东方圣人的节目。如今，泽火革卦中所指的大德之人，是否正是那位预言中的圣人，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和民众热议的话题。如果这位圣人真的在2025年降临，他将以何种壮丽的景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有学者引用推背图中的第4项预言，其文曰：日月丽天，群阴设伏，百灵来朝，双羽四足。这一段话似乎在暗示，在天空中将出现神迹，邪恶势力将被一扫而空，所有的神灵和祥瑞之兆都将汇聚在一起，共同见证这一伟大的时刻。有人认为，双羽四足指的可能是凤凰、神鸟以及中国古代瑞兽白泽，象征着吉祥与繁荣。也有另一种解释认为，这一描述形似佛家所说的万字符，寓意着福泽绵长与祥瑞不断。不论哪种解释，都表明了古人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对命运转机的坚定信心。宋代的诗词中也曾留下这样的篇章：中国而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重亦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这几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即使这位圣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豪杰，他凭借高尚的道德和智慧，依然能够使天下实现安定和和谐，并吸引四方来朝。他治理国家的方法并非依赖武力，而是通过传统道德来感化民众，进而实现天下大治。这一预言不仅在古代引起过广泛共鸣，也为今天那些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综合上述诸多古代预言和现代迹象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当下正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转型期。无论是自然灾害、瘟疫、战争，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变革，都在预示着未来的道路将会异常艰难，但也充满了机遇。古人曾告诫我们，天道循环，万事皆有定数，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蕴藏着光明的种子。历史上无数次灾难和动荡过后，总会有新的文明和秩序重新建立。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押韵。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历史的辩证法则，
即使事件的具体形式可能不同，但其背后的规律却始终如一。对于未来的种种变故，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中吸取教训，积极做好自身的修炼和准备。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幻莫测，只有内心保持坚定与温暖，才能在风雨中不迷失方向。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正是对未来最好的诠释。我们不仅要关注那些看似神秘的预言，更应从中汲取智慧，学会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调整自己的步伐，保持心灵的平静与坚韧。通过冥想、瑜伽以及其他修身养性的方式，提升自我调节能力，让自己在面对灾难和变革时，依然能够以平和的心态迎接挑战，找到转危为机的路径。在这个全球气候异常、地缘政治紧张、经济社会巨变的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个人，都有必要认真思考如何应对未来的风险。正如台湾命理师廖美然所言，2025年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份，更是一个充满战争隐患和社会动荡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在两岸关系、国际政治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警惕各种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因素。古老的预言虽然看似神秘，但其背后蕴含的规律和智慧，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从古代预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灾难与机遇往往是同时出现的。正是在极端的环境下，新的秩序才会诞生，旧的体系才会瓦解。无论是《孔圣枕中记》中的详细预示，还是推背图第42象中对未来变故的描述，都在告诉我们，面对灾难，我们不应只是消极的等待，而应主动的准备和应对。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具备足够的应变能力和内心的坚韧，才能在风暴来临时稳住阵脚，迎接那曙光出现的时刻。有人说，预言不过是一种玄学，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朴素总结。但事实上，无论是预言中的自然灾害，还是对政治风云的预示，都有其深刻的逻辑依据和历史背景。古人通过对天象、地理、人事的长期观察，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宇宙观和命运论，而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今天，当我们面对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病毒肆虐以及国际局势动荡等问题时，这些古老的智慧依然能够给我们提供启示。当然，预言的目的并不是让人陷入无尽的恐慌，而是激发我们对未来的深思和自我提升。每一段预言都包含着警示与希望，它提醒我们在面对未知风险时要保持警觉，同时也要努力修身养性，积累正面的能量和福德。正如古人所言，人在做，天在看。只有当我们以善良、正直和勇敢的态度面对生活，才能在灾难来临时不至于被打垮，反而能在困境中寻找到转机，实现自我救赎与升华。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2025年不仅是一个灾难多发的年份，更是一个充满变革与机遇的关键节点。无论是自然界的周期性更替，还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都表明这个时代正处于由旧向新、由乱向治的剧烈转型期。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风云变幻，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微尘。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学会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中寻找自己的定位，抓住每一个可能改变命运的机遇，努力提升自身的修养和素质。在这过程中，我们还可以从那些成功应对过往危机的历史事件中汲取智慧。
过去的岁月里，无论是战争、瘟疫还是自然灾害，都曾让无数人陷入绝望。但正是这些磨难，锤炼了人们的意志，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如今，面对2025年可能到来的大灾难，我们不仅要做好预防和应急准备，更要从内心深处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用宽容和爱心去化解种种冲突与危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风暴中保持定力，迎接那曙光出露的美好未来。回顾古代的智慧，无论是《武功经》中的天差魔王，还是旧节碑文里对苦难岁月的描述，都无不在提醒我们，灾难并非永恒，苦难之后总会迎来新生。每一次的危机都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成长的契机。正是在无数次灾难与重生的轮回中，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文明才能得以传承和发扬。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也正是促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的重要动力。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预言究竟是真是假？其实，无论预言是否能够100%地应验，它们都在提醒我们，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应对不确定性的最佳办法，正是不断提升自身的适应能力和内在修为。科学虽然能解释很多现象，但当面对命运的巨大转轮时，唯有心灵的平静和智慧的积累，才能真正帮助我们化解危机，走出困境。总而言之，2025年可能迎来的大灾难，无论是瘟疫、战争还是自然灾害，都在古老的预言和现代的迹象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这些预言提醒我们，未来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同时也暗示着在经历巨大磨难之后，必将迎来新的希望和重生。面对即将到来的种种挑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加强自我修炼，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不断提升自己的适应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以迎接那充满变革与机遇的时代。在这充满未知和挑战的岁月里，我们要学会以善良、正直和智慧去面对每一个突如其来的考验。正如古人所言，天道酬勤，只有当我们不断努力，不断进取，才能在历史的浪潮中站稳脚跟，迎接未来的光明。无论是来自东方古籍的预言，还是现代科学对未来风险的警示，都在不断敦促我们，在灾难来临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既要注重外在的防护，更要重视内心的修养与提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面对风暴时，不至于迷失方向，反而能够以更加从容和坚定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挑战。未来虽然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但正是这些不确定性构成了人生的丰富色彩。我们不必对未来过分恐慌，因为每一次危机都蕴藏着转机，每一次磨难都可能成为我们成长的契机。面对2025年的大灾难预言，我们更应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挑战，用心去感受生命的韧性和顽强，用智慧去开创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充满希望的明天。感谢大家耐心阅读这篇关于未来预言的深度解析，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为你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不论未来如何变幻，我们都应该铭记那些古人的智慧，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温暖。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即将到来的变革中不断提升自己，迎接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同时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更新信息。让我们携手共进，在未知的旅程中寻找希望，迎接一个充满光明与美好的未来。